凌晨1點，手機突然亮了，一條微信消息：公司明天上午9點全員開會。只有一句話，沒有解釋，沒有主題，沒有原因。你瞬間睡不着了。是不是裁員？是不是自己出了問題？是不是項目要追責？整整一夜，你的腦子把所有最壞的結果全部演了一遍。可第二天你才發現，會議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。真正折磨你的，不是那條消息，而是你面對未知時自己制造出來的恐懼。可是，如果我告訴你，真正毀掉人的，還不是未知，而是現實已經換了一套規則，你卻還拿着過去的方法生活。2000多年前，越王勾踐身邊就有2個人站在同樣的人生路口，一個活了下來，一個死了。他們叫范蠡、文種。你身邊有沒有這樣的人？或者說，你自己是不是正在經歷，公司已經連續虧損2年了，業務越來越難做，周圍的同事開始一個個離開，可你還在想，再熬一下，說不定會好。因為你在這家公司已經幹了7、8年，你的經驗、人脈、全部精力都投進去了，你現在走，所有的投入都白費了。這種困境，2000多年前也有2個人遇到過。越滅吳之後，有2個人站在同一個人生節點，一個選擇離開，活了下來；一個選擇留下，死在了自己最輝煌的時候。范蠡、文種。越王勾踐臥薪嘗膽，大家都聽過。勾踐身邊有2個關鍵人物，一個成了商聖陶朱公，被後人供奉了2000年；一個被勾踐刺劍自刎，死在史書的一個角落裡。文種是怎麼死的？越滅吳之後，文種覺得自己功勞最大，繼續在朝堂上指點江山。勾踐賜給他一把劍，說了一段極其殘酷的話：你教我7種滅吳的辦法，我只用了3種就滅了吳，剩下4種你拿去地下交給先王吧。文種自刎。而范蠡做了什麼？滅吳之夜，范蠡沒等天亮，收拾東西就跑了。走之前，他寫信給文種，8個字：飛鳥盡，良弓藏。狡兔死，走狗烹。文種沒跑，文種死了。為什麼同樣幫助一個君王，一個成為商聖，一個死於君王之手？陰符經2000年前給出了一個答案：人生最大的危險不是沒有能力，而是在規律已經改變以後，還停留在過去的位置。范蠡走之前做了一件事，把所有權力、所有功勞、所有把柄全部交了出去。他走的時候，在勾踐眼裡已經是一個無害的人，他不再是功臣了，他是一個消失了的人。這就是容器的生存法則，你可以離開系統，但系統會因為你的離開而失去某種平衡。當系統發現你的空位無人能填時，你反而成了最不可替代的人。文種一直想證明自己的價值，所以越走越危險。范蠡一直在順應局勢的變化，所以越走越自由。文種一直問，我怎樣繼續證明自己？范蠡問的是，我什麼時候應該離開？真正活下來的不一定最鋒利，而是最能順應變化的人。文種像刀，范蠡像鞘。刀是用來解決問題的，它锋利，所以能打開局面，但锋利也意味着消耗，長期暴露在外，遲早會磨損。再锋利的刀，也需要一個能夠收藏它、保護它的鞘。真正厲害的人，不一定永遠站在最前面，而是知道什麼時候出鋒，什麼時候藏鋒。我讀这些古書的時候，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：2000年前，有一本只有300多字的奇書，早已經看穿了這個規律。全書只有300多字，卻被歷代兵家、道家、帝王反覆研讀，因為它討論的不是某一次戰爭，而是所有人成敗背後的共同規律。陰符經的作者至今仍有爭議，有人認為托明皇帝，真實成書年代也沒有定論。但奇怪的是，作者沒人確定，這本書卻影響了2000多年。為什麼？因為他研究的不是某一個時代，而是所有時代都會出現的問題。人為什麼總是在錯誤的時間，用錯誤的方法堅持？很多人以為陰符經是在教人贏，其實他教的是怎麼避免輸。
它沒有教你如何贏得所有競爭，而是在提醒你，這個世界上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。這本書真正在講的，不是怎麼當一把鋒利的刀，是怎麼讓自己變成一個足夠承載規律、承載機會、承載變化的人。所以我讀《應付經》最大的感受是，很多人失敗不是因為能力不足，而是因為能力超過了承載能力。一把太鋒利的刀，如果沒有好的刀鞘，最後傷到的往往不是別人，而是自己。《應付經》開篇第一句8個字：觀天之道，執天之行，盡矣。翻譯過來，先看規律，再行動，就這麼簡單。可人最大的問題就是總想讓規律為自己改變。春天不會因為一棵樹着急就提前到來，冬天不會因為一朵花努力就停止降雪。你知道季節不能改變，但到了自己的人生裡，你卻一直在做同樣的事。行業已經下行，你告訴自己再堅持一下；關係已經出現裂痕，你告訴自己再忍忍；身體已經發出警告，你告訴自己忙完這陣再說。結果是什麼？規律沒有輸，輸的是那個不願面對規律的人。比如投資，第一次虧錢，他說只是行情不好；第二次虧錢，他說馬上會反彈；第三次，他說已經虧這麼多，現在賣太可惜。最後幾年積蓄全部賠進去。很多人以為他輸在不會投資，其實不是，他輸在一個更早出現的規律。現實已經變了，但他的判斷還停留在過去。應付經真正提醒人的就是這一點：看見變化，接受變化，順應變化。因為規律從來不是建議，它是賬單。很多人讀古書，總想找到一句改變命運的話，但古人留下來的從來不是答案，而是一種看世界的方法。當別人還在抱怨的時候，你開始調整；當別人還在硬撐的時候，你開始轉向。這就是應付經真正的價值。可是問題來了，為什麼人明明看見規律，卻還是不願改變？因為真正困住人的不是局勢，而是另外一種心理規律。傳說唐代李全得到應付經以後，苦讀多年，但他一直想從裡面找到一個答案，怎樣才能勝過別人？直到後來遇到驪山老婦，老婦告訴他，火看起來來自外面，但真正讓火燃燒的是木頭早已乾了。很多災禍也是一樣，外部只是誘因，真正的問題早已藏在內部。李全這才明白自己一直讀錯了，他一直在問怎樣才能贏，而應付經真正回答的是另一個問題：怎樣才能不輸？李全那一刻才明白自己從一開始就讀反了方向。很多人讀了一輩子書，真正讀反的其實不是一本書，而是自己的人生。很多人研究古書是為了尋找控制別人的方法，但真正高級的智慧是先控制自己的衝動、慾望和判斷。應付經不是教人如何擊敗別人，而是在提醒人先看清自己。很多人一生讀了很多書，真正沒讀懂的不是書，而是自己。今天我們為什麼還要讀應付經？因為2000年前的人面对的是權力、戰爭、慾望，今天的人面對的是金錢、焦慮、競爭。工具變了，人性沒有變。2000多年過去，人變了嗎？手機變了，公司变了，工具变了，可人的急躁、貪婪、恐懼、爭名慾和張良那個時代一模一樣。前面我們說過，那條凌晨1點的微信其實只是一個引子，真正讓你一夜睡不着的不是消息本身，而是大腦面對不確定時自動補全了最壞的結果。這其實也是一種規律。真正毀掉一個人的規律，往往第一次出現的时候看起来一點都不可怕。而應付經接下來講的第一條規律比未知更可怕，因為幾乎每個人每天都在違反它。說一個你每天都會經歷的場景：導航。你第一次打開導航，他說前方擁堵，預計通行40分鐘。你看了看前面，車流在減速，但還在動。你心想，應該不至於吧？15分鐘過去了，
你往前挪了200米。導航又說，前方事故，預計1小時。你開始焦慮，但還是沒有掉頭。你告訴自己，都堵這麼久了，現在掉頭更虧。又過了半小時，前面徹底不動了。你終於想掉頭，後面也堵死了。你被困在路中間，前後沒有退路。你想起導航第一次提醒你的時候，完全可以走另一條路，但你告訴自己，再等等。你不是輸給堵車，你輸給了沉沒成本。人一旦付出了時間，就更捨不得承認自己走錯了。規律一直在提醒你，你把它當成建議，可規律從來不是建議，它是賬單。如果用陰符經的思維來看，這其實是一種失衡。系統已經出現變化，但人的認知還停留在過去。真正堵住你的，不是前面的車，而是你接納不了自己可能選錯了這個事實。很多人輸，不是因為不會選，而是因為承受不了修正。你不是輸給方向，是輸給修正。最狠的規律，從你捨不得掉頭就開始了。就像很多人已經想辭職，卻每天還是機械的打卡上班，只因為覺得已經堅持了3年，在熬藥。職場上也一樣，老闆一直不給你回復，很多人不停催，不停問，不停證明，最後反而出局。規律不是回復慢，規律是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。你接納不了可能被拒絕這個事實，所以反而加速了被拒絕。以後每次猶豫的時候，問自己3個問題：第一，我是在堅持還是捨不得沉沒成本？第二，如果今天重新選擇，我還會不會走這條路？第三，如果繼續堅持，3個月後的代價是什麼？可問題來了，導航會提醒你，人生也一直在提醒你，為什麼我們總是假裝沒看見？現在問題來了，既然規律一直在提醒，為什麼大多數人還是不改？拿手機來說，用了1-2年，打開微信要等3秒，切換應用要黑一下。你忍了，你覺得還能用，直到有一天，屏幕突然不亮了。衝到維修店，師傅說主板燒了。你說昨天還好好的。師傅把手機翻過來，電池鼓爆了，3個月前就該換了。3個月前你在做什麼？你在抱怨手機變慢，但你告訴自己，再忍忍，等雙11再換。你忍了3個月，省了一筆錢，花了3倍的錢換新手機。可真正的問題不是錢，是你3個月前就看見了，卻沒改。陰符經提醒我們，人的判斷往往不是敗在看不見，而是敗在看見之後不願承認。你不需要等到手機壞，你只需要在它開始卡的時候就承認它老了。但人很難做到，因為承認手機老了等於承認你之前买錯了，承認關係有問題等於承認你之前的投入可能白費了。所以人選擇等到代價已經付完了才想起來。真正讓手機壞掉的不只是時間，更是一次次在等等。真正讓人成長的也不是堅持，而是接納现實以後願意馬上調整。很多時候現實已經給出了答案，只是我們的情緒還不允許自己接受答案。很多人以為自己輸給了時間，其實輸給的是一次又一次拒絕修正。創業也是一樣，最危險的時候不是賠錢，而是開始找借口的時候。數據已經告訴你方向錯了，你卻告訴自己市場不好，同行也一樣，再堅持一下。規律沒有騙你，只是你一直騙自己。真正危險的是，這種拒絕修正不只是發生在手機，還會發生在人的身體。身體也是一樣，你連續幾個月睡不好，每天凌晨2點準時醒，你告訴自己最近壓力大，沒事。你開始掉頭髮，洗澡時一把一把低調。你告訴自己換季正常。你開始心慌，開會時突然喘不上氣。你告訴自己咖啡喝多了。直到某一天，身體用一次真正的警告，讓你不得不停下来。從此你每天都覺得自己會倒，但不是那天倒的，是3個月前你第一次失眠卻不承認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倒了。陰符經說，
生者死之根，死者生之根。健康不是突然沒的，是你告訴自己沒事的時候開始沒的。所有突然都是長期假裝沒看見，規律一直在提醒你，只是你把每一次提醒都解釋成了例外。為什麼人會這樣？2個原因。第一個叫損失厭惡，人對損失的痛苦遠遠大於對收益的快樂。丟了500塊的痛苦比撿到500塊的快樂大得多。所以當你知道東西有問題的時候，第一反應不是改，而是再忍忍。第二個叫樂觀偏差，人天生傾向於認為壞事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。別人離婚，那是別人不會經營；自己的婚姻，那是我們不一樣；別人炒股虧錢，那是別人水平不行；自己買的股票，那是優質資產。這2個加在一起，結果就是你看見了徵兆，你的大腦告訴你再等等，然後等到了爆發。身體一直在告訴你真相，只是你的內心接納不了那個真相，所以一直告訴自己沒事。健康是接納真相的成本。今天開始把最近一直在拖延的一件事寫下來，不是全部解決，只解決第一步。規律不會獎勵計劃，只獎勵行動。人最大的危險不是不知道問題在哪裡，而是不願接受問題已经出現。很多婚姻也不是離婚那天結束的，第一次冷戰其實已經開始結束，只是雙方都說以後會好的。規律沒有變，變的是你還有沒有能力接納那個可能走不下去的事實。一旦接納不了，你就開始拖延，拖延就是代價的開始。問自己一句，我是在解決問題，還是一直拖延問題？可歷史上真的有人在第一次徵兆出現時就提前改變了命運，張良就是其中一個。而張良的故事恰好說明了另一種能力，在還沒有徵兆的时候就已經開始改變自己。那有没有人能提前看見？有。张良的故事是理解容器哲學最好的案例。张良出身韓國貴族，祖父父親連續做了5代韓國相國，生下來就是相3代。然後韓國被侵滅了，張良散盡家財，招募刺客，在博浪沙刺殺秦始皇。史書記載誤中副車，沒砸中秦始皇，砸中了隨行的車。張良逃亡，改名換姓，藏到了下邳。那年的張良就是一把標準的刀，他的邏輯很簡單，我恨秦，所以我殺秦。熱血、直接、對抗。他把自己當武器，但武器失敗了，這是他人生的最低點。但正是在這裡，他遇到了改變命運的人。下邳沂水橋上，一個穿粗布衣服的老人。老人走到張良面前，把鞋扔到橋下，小子，下去把鞋給我捡上來。張良的反應，史書寫了4個字：良愕然，欲毆之。想打他，但他忍住了，下去把鞋撿了上來。老人又說：給我穿上。張良跪下，給老人穿上了鞋。老人笑着走了，又回来了，說：孺子可教。5天後的清晨，來這裡等我。第5天清晨，張良去了，老人已經到了。老人生氣，跟老人約會，你怎麼遲到？5天後再來。又過5天，記憶叫張良就去了，老人又先到了，又遲到。5天後再來。第3次，張良半夜就去了。過了一會兒，老人才到，高興地說：對了，應該這樣。然後從袖子裡掏出一本書。據《史記》記載，黃石公授張良兵書，後世又有不同傳說，將其與太公兵法等聯繫起來。老人說：讀透這本書，你就可以做帝王之師了。黃石公到底在考驗什麼？不是尊老愛幼，他考驗的是張良能不能伏藏，能不能把那個急切的想要復仇的对抗者之心徹底藏起來。很多人覺得黃石公在考驗禮貌，其實他考驗的是一個人能不能消化委屈以後依然保持行動。這也是很多人成不了事的原因，不是能力不夠，而是遇到一點不舒服就急着證明自己。第一次张良想打人，沒打，這是忍。第2次去了，但老人已到，這是誠還不夠。第3次半夜就到，這是誠到了極致。忍
成、服這三個字，就是把一把刀鍛造成一個容器的三道工序。《阴符經》上篇有一句話：性有巧拙，可以伏藏；人性有靈巧，也有笨拙。真正的高手，懂得把這一切都伏藏起來，不顯露你的聰明，也不暴露你的笨拙。張良通過了考驗，從此他不再是一個復仇者，他成了一個容器。復仇者是刀，出鞘必見血；容器是鞘，藏得住鋒芒。張良真正改变命運，不是因為兵書，而是他終於不再問我怎樣贏，而開始問我怎樣才能不輸。真正改變張良的，不是一本兵書，而是他終於學會了順應屈辱，而不是立刻反擊。這就是順應規律的起點。我認為，張良真正得到的根本不是兵書，他得到的是看見規律的視角。而真正把這種能力發揮到極致的人，不是張良，而是劉邦。張良加入劉邦之後，做的每一件事都帶着容器思維。最經典的鴻門宴，劉邦去赴宴，等於羊入虎口。張良做了什麼？他精準地判斷了每一個人。項羽有貴族式的骄傲，不屑在宴席上暗殺人。項伯重情義，講究交，張良救過他的命。劉邦能屈能伸，只要給個台階，他能把頭遞到地上去。張良把這些信息全部裝進自己這個容器裡，然後精準調配，項伯成了內應，樊噲成了護盾，劉邦成功脫身。12家注記載李全的注解：張良得賊公之恩而敗羌楚。張良在公這個維度上巧妙地運用恩來成就大事，他懂得成全別人，讓劉邦成為那個容納所有英才的容器。但劉邦這個人本身才是容器哲學的極致。劉邦早期作戰並不占優勢，多次經歷失敗。項羽一生經歷大小戰役，多次取勝，最後一場輸了，輸掉了天下。為什麼？項羽把自己當成了一把刀，見誰砍誰。劉邦把自己當成了一個鞘，所有的刀，張良、韓信、蕭何都插進了他這裡。12家注收錄諸葛亮的一段序：觀造化在乎手，生死在乎人。故聖人藏志於心，所以陶真天地，聚散天下，而不見其極者，天機也。造化在手裡，生死由人定。聖人的智慧藏在心裡，能塑造天地，調動天下，卻不留下任何痕跡，這就是天機。劉邦最大的能力，不是親自解決所有問題，而是讓不同能力的人在他的系統裡發揮作用。他不顯現自己的刀，他用自己的鞘去容納所有的刀。你不需要自己是最锋利的刀，你需要讓所有锋利的刀都覺得，只有插進你这裡才能發揮作用。項羽對抗不了失敗，所以越來越激烈；劉邦消化得了羞辱，所以越来越強大。真正決定天下歸屬的，不是誰更勇猛，而是誰更能消化複雜的人性。一個團隊最後拼的，從來不是誰最強，而是誰能夠讓所有人一起變強。刀靠鋒利取勝，容器靠別人離不開你取勝。今天很多團隊也是一樣，真正值錢的人不一定能力最強，而是能讓不同的人願意一起合作。可是還有一種人，他沒有背景，沒有資源，卻靠另一種規律改變了整個戰果。再說一個故事，蘇秦。蘇秦出身貧寒，去秦國遊說失敗，回到家裡，《史記》寫了9個字：妻不下之，嫂不為炊，父母不與言。妻子不織布了，嫂子不給他做飯，父母都不跟他說話。一個男人在外面失敗了，回到家，全家人都把他當空氣。但蘇秦沒崩潰，他做了一件事。乃夜發書，晨借數時，相傳蘇秦曾研讀《太公陰符》一類兵書，然後關起門來死讀。讀到什麼程度？讀書困了，就用盡辦法讓自己保持清醒，刻苦苦讀。後世懸梁刺股的典故就出自這裡。讀了1年，出山，然後遊說6國，提出合縱策略，聯合6國對抗秦國。一人身上佩戴6國相印，從一個被全家嫌棄的窮書生，到影響整個戰國格局的超級玩家。蘇秦做對了什麼？他把那個急切的想要證明自己的對抗者之心徹底伏藏了。
他把所有能量集中在一個點上，讀懂天下大事。當他再次出山時，他不再是那個要說服別人的蘇秦，他是一個裝滿了天下大事的容器。六國的國君不需要被他說服，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個能看清局勢的人。陰符經下篇這句話說的就是蘇秦，決力一元，用時10倍；三反晝夜，用時10000倍。當你切斷所有雜念，把所有能量匯集到一個點上，你的力量是正常人的10倍。當你日夜不停地反覆修煉，你的力量是正常人的10000倍。蘇秦不是變強了，他是從一個想證明自己的人變成了一個能裝下天下大事的人。蘇秦真正厲害的不是吃苦，而是消化了所有人的輕視，卻沒有急着證明自己。他沒有急着證明自己，所以後來整個時代都替他證明了自己。今天很多年輕人失業一次就開始懷疑人生。蘇秦回家，連父母都不跟他說話。如果他只是停留在失敗帶來的羞辱裡，他可能永遠不会成為後來那個改變局勢的人。這一幕放到今天，90%的人都會崩潰。不過，比忍受羞辱更難的其實是等待。很多人的命運不是毀在失敗，而是毀在等不起。傳說姜子牙70餘歲才遇文王，在渭水河邊釣魚，直鈎離水面3尺，路人笑他。他說了一句話：不為錦鱗射，只釣王與侯。他等待的就是一個時不到不妄動，時一到不猶豫。今天的職場有2種人，一種25歲覺得自己晚了，30歲覺得沒機會了，另一種50歲還在打磨自己，等一個對的事。你覺得自己等太久了，可能只是機還沒到。不是所有等待都有價值，只有朝着正確方向積累的等待才叫蓄力。很多人輸，不是輸給能力，而是輸給了熬不過等待。但等待並不是被動等待，真正的等待是在別人看不到結果的時候，仍然積累自己的能力。等待從來不是停止行動，而是在正確方向上持續積累。真正毀掉人的，從來不是慢，而是一直假裝沒看見。可人生還有一種規律，比等待更殘酷，它會把好事變成壞事，也會把壞事變成好事。陰符經還有一句極其辯證的話：恩生於害，害生於恩。越王勾踐的故事是最好的詮釋。勾踐被夫差打敗，被迫臥薪嘗膽，受盡屈辱，這是害。但正是這個害激發了他最深處的復仇之力。如果夫差一開始就殺了他，沒有後來的故事；如果夫差對他很好，也不會有後來的故事。害生出了恩。反過來，夫差對勾踐的仁慈，放虎歸山，是他最大的恩。但這個恩最後變成了夫差的死因。生出了害。陰符經書注解：本來無害，亦無恩，因救害而有恩，則恩生於害。本來沒有害也沒有恩，因為你從害裡被救出來了，所以你感到了恩。是從害裡長出來的。把這個道理放到今天，那個拒絕了你，否定了你的人，可能是比你走上另一條路的人，那條路才是你真正該走的路。那個在你成功時給你各種好處的人，可能是在溫水裡慢慢捉你的青蛙。每一次經歷都可能成為重新理解自己的機會，每一次順境都需要警惕。這就是容器的辯證思維，不拒絕害，不迷戀恩，把一切經歷都裝進來，然後消化轉化。你的容器越大，能轉化的東西就越多。別人覺得是災難的，你能轉化成資源；別人覺得是恩寵的，你能看穿它的代價。真正厲害的人不會一直問為什麼是我，而會問這件事我能消化成什麼。命運最狠的時候，往往也是方向開始改變的時候。今天想一件你最討厭發生的事情，試着問自己，它到底逼我學會了什麼？你以為害是懲罰，它可能是被偽裝成災難的恩。歷史上就有一個人被害到幾乎失去一切，卻反而因此改变了歷史。說到害中生恩，還有一個更殘酷的故事。孫臏和龐涓，2人是同門師兄弟，都跟鬼谷子學兵法。
龐涓先下山做了魏國大將，孫臏後來也去了魏國投奔師兄。龐涓嫉妒孫臏，怕他取代自己，設計陷害。魏王對孫臏處以臏刑，挖掉膝蓋骨，終身殘疾，這是害到了極致。同門相殘，形同廢人。龐涓以為一個廢人再也不能威脅自己了，但他沒想到孫臏沒死，裝瘋賣傻騙過龐涓，被齊國使者秘密帶回齊國。齊威王拜他為軍師，然後圍魏救趙，然後馬陵之戰。馬陵之戰，孫臏設伏，他知道龐涓會在夜裡趕到，在一棵大樹下包了樹皮，上面寫字，樹周圍埋伏了1萬名弓箭手。龐涓果然夜裡趕到，看見書上有字，點燃火把去看，火光一亮，他看清了那行字：龐涓死於此樹下，萬箭齊發，龐涓自殺。這是害中生恩最殘酷的版本。龐涓的害沒有殺死孫臏，反而把他鍛造成了一個更強大的容器。孫臏沒有讓傷害定義自己，而是把精力轉化成了重新掌控人生的力量。龐涓把嫉妒裝進去，轉化成了毀滅。同樣的害，一個容器消化了它，變成了力量；一個刀被他砍斷了，這就是區別。龐涓消化不了嫉妒，所以毀掉了別人，也毀掉了自己。孫臏消化了傷害，所以最後改變了歷史。同樣的傷害會把一個人變成武器，也會把一個人變成智慧。今天很多人被領導一句否定就開始否定自己。孫臏失去了雙腿，卻沒有失去方向。決定一切的從來不是傷害本身。孩子第一次撒謊，很多父母說小孩子沒事，其實真正危險的不是撒謊，而是撒謊以後沒有付出代價。規律不會因為孩子小就不運行，他只會把代價攢起來，等着以後一起結清。規律不會因為對象不同就改變運行方式。孩子撒謊如此，成年人面對失敗和羞辱也是如此。知道這裡，陰符經其實一直在回答同一個問題：為什麼同樣經歷失敗，有的人從此一蹶不振，有的人卻越來越強？為什麼同樣遭遇羞辱，有的人变成了怨恨，有的人卻變成了智慧？世界給每個人的考題未必一樣，但決定結果的從來不是考題本身，而是你面對規律時選擇對抗還是調整。看到這裡，你可能會問，這些規律這麼多，到底有沒有一條總綱？陰符經有。蘇秦看見的是時，諸葛亮看見的是事，范蠡看見的是物。那陰符經到底在說什麼？如果說前面的人物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叫承載，能承受失敗，承受羞辱，承受等待，那麼陰符經最後給出了5個判斷人生的坐標。命是起點，你改不了；物是規律，你只能順應；時是窗口，錯過了就是錯過了；功是執行，光想沒有用；神是認知，你可以一直升級。鬼谷子說，天之五賊，莫若賊神。看見一個賊就能成就一番事業。皇帝得賊命之機，取代炎帝；管仲得賊時之信，九合諸侯；范蠡得賊物之急，霸南越；張良得賊公之恩，敗強楚。看不見的人是什麼下場？五賊從幫你的人變成吃你的人。項羽被物反噬，被財寶和虛榮心吃了；秦始皇被命反噬，以為自己能長生不老，死在求長生的路上。命在最前面，神在最後面。你改變不了命，但你能改變的是神，你的認知。而神恰恰是五賊裡最重要的一個。你不需要全看見，你只需要看見一個，然後用一輩子把它用好。命、物、时、功、神從來不會因為你的意志改變，但你的承載能力變了，他們對你的意義就會完全不同。同樣一場失敗，有的人被壓垮，有的人卻因此成熟。區別不在事情，而在承載。承載能力才是真正的分水嶺。有人每天刷10幾個小時信息，卻1年沒有真正成長；有人每天只堅持做好一件事，幾年以後
人生已經完全不同。那普通人到底怎麼練？陰符經最後3句話才是真正可以每天實踐的方法。問題來了，怎麼看見？陰符經下篇有3句話，是全書唯一告訴你怎麼用的操作指南。第一句，絕利1元，用時10倍。喬布斯回歸蘋果時，產品線多得數不清，全部砍掉只留4個，蘋果重新回到科技行業的巔峰。對現代人來說，第一個訓練就是重新奪回注意力，每天給自己留一段不被信息打擾的時間，不是為了逃避世界，而是為了重新聽見自己的判断。把那一个最大的力的源頭斷掉，剩下的能量會自動聚焦到你真正該做的事上。堅持7天，你的狀態會發生你都不敢相信的變化。你不是在遠離手機，而是在訓練自己承載專注。第二句，3反晝夜，用時萬倍。曾國藩20多歲開始寫日記，寫到死。今天哪件事做對了，哪件事做錯了，明天怎麼改？30年。他天資平庸，考了7次才中秀才，但他用這個笨方法，把自己練成了晚清第一名臣。今晚開始，睡前寫3行字，哪件事做得不對，明天怎麼改，不改的後果是什麼？3行就夠了。關鍵是天天寫，不讓任何一天糊弄過去。你不是在寫日記，而是在訓練自己承載真實的自己。第3句，至樂行於，至敬則廉。為什麼人刷短視頻停不下來？不是因為他想刷，是因為他不敢停。停下來就要面對自己，所以用外界信息填滿每一秒。陰符經說，自然之道靜，故天地萬物生。真正的創造力是從靜裡長出來的，不是從忙裡擠出來的。每天15分鐘，關掉所有屏幕，不做任何事，就是坐着。15分鐘不會讓你變強，但會讓你看清很多你之前沒看見的東西。真正安靜下來的，不只是房間，而是你終於能夠承載自己的情緒，而不用一直逃跑。最後問你3個問題。第一，你冰箱已經出味道了，你看見了，你改了嗎？第二，你手機已經卡了，你看見了，你改了嗎？第三，你身體已經抱緊了，你看見了，你改了嗎？真正毀掉一個人的，從來不是規律，是規律提醒你的時候，你還在告訴自己再等等。范蠡是容器，全身而退，被記住2000年。文種是刀，砍完被扔掉。劉邦是鞘，什麼都沒砍，得了天下。項羽是刀，砍了一輩子，最後砍了自己。張良是容器，藏在劉邦背後，成了漢朝第一謀士。韓信是刀，砍下半個天下，最後死於長樂宮中室。孫臏是容器，把仇恨裝進去，轉化成了兵法。龐涓是刀，砍向師弟，砍死了自己。蘇秦是容器，把羞辱裝進去，轉化成了6國相印。你想做刀，還是做鞘？很多人一輩子都在讓自己變得更鋒利，學更多的方法，學更多的話術，學更多的技巧。可陰符經真正關心的，從來不是你夠不夠鋒利，它真正關心的是你的生命能不能承載越來越複雜的世界，能承載失敗，所以不會因為一次挫折崩潰；能承載羞辱，所以不會因為一句話失控；能承載等待，所以不會因為暫時沒有結果而放棄；能承載規律，所以不會一直和現實較勁；能承載人性，所以不會輕易被別人傷害。真正的高手不是比別人更鋒利，而是比別人更能承載。諸葛亮在序裡寫：嗚呼，後世應折矢而用之。看清楚，想明白，再用。陰符經誕生在2000多年前，2000多年過去，王朝更迭，時代變遷，但他說的規律，一個字都沒老。因為不是某一個時代的規律，是宇宙的規律，人性的規律。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。但那些真正讀懂天地規律的人，不會被自己的執念反覆消耗，他們把自己修成容器，讓天地萬物都成為自己命運的一部分。真正改變命運的，從來不是知道更多規律，而是當規律出現時，你終於有能力順應它。做這個頻道以來，我看到很多人陷入困境，表面上是能力不夠，
其實是承載能力沒跟上。我讀《陰符經》最大的感受是，古人真正研究的從來不是如何贏過別人，而是如何避免被自己的慾望、恐懼和執念毀掉。今天很多人不斷提升能力，卻很少提升承載能力。能力決定你能夠獲得什麼，承載能力決定你能夠保住什麼。一個杯子太小，即使倒進去的是甘泉，也會溢出來。人也是一樣，真正成熟的人，不是沒有慾望，不是不追求成功，而是知道自己的力量應該放在哪裡。該出刀的時候出刀，該藏鋒的時候藏鋒，該堅持的時候堅持，該轉身的時候轉身。這就是陰符經真正想告訴我們的東西，看見規律，順應規律，最後成為能夠承載規律的人。如果今天有一句話讓你重新理解了自己的焦慮，歡迎訂閱這個頻道，我會繼續帶你一起用中國古籍拆解那些今天依然影響我們的規律。